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三。那么 IPAC 会议呢，这次在旧金山呢举行的，应该来讲还是挺顺利的啊。那么这次呢，全球主要的媒体呢，都把这个报道的篇幅啊，还有画面呢，都给到了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元首峰会，对吧？这个庄园的会谈也好，还是那个企业家的晚宴也好啊。那么重点呢，都在宣传就是中国和美国的这个恢复的友谊啊，就起码是对抗不升级了，是吧？那所以呢，就对其他的这些国家呢，报道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啊。其实呢，仔细看了一看呢，还是有不少的亮点的。那今天呢，我这个视频呢，就针对其他的一些参加这次 IPAC 会议啊，我关注的一些点啊，就大家闲聊一下。那么首先呢是这个泰国总理，泰国总理呢，这一次呢，他有一段画面呢是被这个全球的媒体呢转播的，就是他跟中国这边呢，他就搞这个足球外交啊。他说呢，就是泰国队啊，就是前些日子呢输给了这个中国队主场踢足球，是吧？那大家呢也都觉得泰国总理呢是用心良苦的啊，为了就是给泰国呢拉一些这个旅游业恢复经济，是吧？基本上能想到的能做到的呢，基本也就都这么去做了。那这一点呢，确实呢是值得钦佩的啊。那我相信啊，就是他应该会获得回报啊。虽然就是泰国呢，国内有一些媒体呢就觉得他好像有点过了，是吧？但是在就是说事实面前就是你帮自己的国家老百姓争取利益，领导人哪怕是就是呃低姿态一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种勤政，是一种好的，是吧？就如果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领导人也其实也是挺好的。那么日韩呢这边呢，日本的这个首相呢他也向中国提出了呢，就是说要恢复渔业，对吧？就是卖鱼卖虾嘛。但是呢，这个他的这一次呢，IPAC 之行呢，他遭到了日本国内媒体的一些批评主要觉得呢，大家就觉得你说中国，比如说和美国这一次说大家要恢复这个关系，对吧？就走向友谊。那么起码中国这边也好，还是美国这边也好，双方就是大家的这种对等性的这种准备的内容包括什么庄园的这种就是携手的这种共同这个游庄园的这种，对吧？这种逛街这种就是什么你侬我侬，对吧？甜甜蜜蜜的这种镜头就是细节给的很多确实这也难为了两个就年纪挺大的人了，是吧？就是做这些这些为什么要做这些呢？还是就是给了媒体更多的内容去报道，是吧？那日本国内就批评呢，他就觉得就是说日本总理呢，他就日本首相呢，他就这么说但是呢，他没有一些什么实质性的具体性的一些内容，对吧？就甚至呢，就是他也没有像什么泰国总理做出一些足球外交或者说你聊一点别的也可以，是吧？就是你必须得要有一个行动，是吧？当然呢，就是因为呢，有的这种猜测呢，就觉得呢，这一次就是中美这个关系的恢复其实他事先也是不知道的所以呢，他也不可能就是说自己先做一些这种准备跑来，对吧？因为这个毕竟他也要考虑到就是美国的就是一些看法，所以呢，就是他有点被动那么韩国也是的，韩国就更不说了，韩国就是也没提什么，就整个存在感呢是不强的。那么这2年呢，其实也确实就是，对于日韩的领导人来讲呢，我个人觉得也是，有点难为了这些年，因为呢，在高端的领域呢，
啊，由于这个一些制裁的禁令是吧？就他们其实挺想跟中国呢做生意的啊，比如说你说卖芯片也好，或者卖一些什么光刻机啊，或者说就其他的一些高新技术吧，这些比较精密的东西，电子的东西但是呢，就是由于这个中美关系的对抗嘛，是吧？这种因为他们的这个阵营的选择的问题这也没什么办法，所以呢，就是高端领域的东西呢，他们不能卖其实这个东西呢，中国是需要的，有这个需求。那你说之前的一些下游，也不能说下游吧，就是一些普通产业的东西你说像什么电视机电冰箱家用电器也好，或者说一些汽车也好，一些别的这种日用的领域的东西，这些东西呢，中国现在自己也都在做并且呢也出口给别的国家，对吧？但是全球的这个体量吧，也就这么大。那你像比如说像欧洲这边，你这种日韩的东西你要卖过来尤其是电子类的什么，它这种税都很高的你基本上你这个东西买到这边来也没有竞争力了。虽然欧洲这方面它不发达，但它还是要保护自己的汽车业保护自己的这种电子产品也好什么，是吧？所以呢，就是市场呢也确实对他们来讲呢不够广所以呢你说卖鱼卖虾或者卖什么这种水产什么的这些食品之类的，也确实没有什么办法，对吧？那除非说就是中美之间这个关系再往上进一步那逐渐恢复到之前的这种蜜月期，那这样的话呢，有可能就是他们可以对中国就是出售一些现在禁止的东西，是吧？那他们的经济呢，应该会取得一个比较大的这种转变的。就像前一阵子就是像你说这个中国出高铁，好像也是卖给哪些国家，反正日本也是参与竞标的但是有一些就是它等于多了一个对手嘛，本来它可能就是在亚太这边，它卖高铁什么的这种项目吧，它应该是有竞争性的，对吧？所以呢，这个是他们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情况。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新加坡了新加坡呢这个李显龙总理呢，他的这个生意经呢还是挺厉害的这一次呢，应该来说就是他的收获是蛮大的虽然他没怎么就是好像有什么动静，是吧？他有点这种闷声大发财的这种感觉他从这个 APEC 会议回来呢，他说了2段话在这个联合早报上呢都是有发出来的，一段比较短2分钟，主要呢他就说支持鼓励呢，就是新加坡人民呢跑去这个美国创业也好，投资也好，工作也好，对吧？那这番话呢，我觉得呢，他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性的这种内容主要呢，它是向东道主，因为这次 APEC 会议的东道主是美国，对吧？他总归要向东道主就表达一下他自己的这个诚意，是吧？你总不能说我过去就是拉生意，过去就是赚钱的，对吧？总归要就是付出一点的嘛。所以呢，他说出一番这样的这种外交辞令那还有一番话呢，是他说了主要他目前的这个新加坡的一些经营的思路吧，就关于做生意方面的我听了，我觉得也是挺有道理的。当然了，他这一番说呢，比过去他其他的一些谈论的节目的这个内容呢，他是说的比较怎么说，就专业词汇是感觉就绕了2圈但是我们把它仔细的就是解读一下呢，还是说的意思大概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就是对这次习拜会就中美关系呢，他呢觉得呢中美关系呢确实目前得到了一个缓冲，但是呢未来呢还是会随着就是说进一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这个关系呢是会随着发生什么事而感到变化的并不是说就现在一下子消除了双方的这种对抗的因素那这个呢我也是比较认可的我之前做了一个视频，我也说的，对吧？我说就是这个中美关系现在大家就是把底线画好了，就是不会说进入到一个更糟糕的一个情况了，对吧？但是要变好那还是需要双方就是更加努力就需要更长的时间的。那么第二点呢，他就说了，他说这个新加坡呢还是
做好了任何的准备就是不管是国内的服务业也好，人才也好还有他们有这个地方，对吧？就是有这个办公的设施吧。他呢欢迎就是大家呢来到新加坡呢投资这个就是拉生意了，对吧？他说呢新加坡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肯定新加坡要给他出口商品的，然后呢，像中国像亚洲其他的国家他们呢也都要做生意的，对吧？尽管就是说这些国家之间可能充满的是对抗或者竞争，但新加坡呢都是要跟他们做生意的然后呢，他又说了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呢，新加坡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的这个话我觉得呢是一个重点，对吧？因为不得不说呢，就是新加坡呢，它就说到它的这个优势因为新加坡呢，就是从这2年吧，就是香港逐渐就是说许多这个公司亚太的总部这些外企外资呢，都从香港呢就是到了这个新加坡新加坡呢现在一跃呢成为了就是亚洲的金融中心，对吧？甚至说世界的金融中心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并不清楚就是具体的这个数字是多少也一直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这个统计嘛，到现在就是2023年的。那么这个主要呢就是由于这个中美或者说中国和西方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这2年的一些对抗的关系吧因素吧。那么新加坡呢就成为西方投资中国或者说中国投资欧美呢的一个缓冲地那这个缓冲地呢，它的目前来讲呢，它是非常的有需要，而且是越来越重要了。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人，对吧？就是这些外资外企的高管们他们如果呢就是要在这个中国开展业务呢，必须也要就是外资要选一些就是他们信得过的这种外国外籍人士，对吧？这种高管。那外籍人士呢，往往呢就是他们对直接就是跑到中国去呢建立总部呢他们还是有一点担心的，对吧？比如说你说这些外国人外籍高管，他都是在欧美国家长大的，那他们的对这种他们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或者说西方的政治制度他是比较认可的，对吧？那他心里面说不定他不是很认可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吧？那他会不会就是讲一些什么言论或者是在一些公共事件当中他发表了一些什么言论，是吧？那如果这种比如说间谍法也好，或者说什么一些安全法也好那对他们人生来讲呢，他们会有些担心的，对吧？就比如说好像之前什么美国 NBA 还是什么发表一些什么反正就是有一些事件吧有一些事件吧，有些是跟台湾有关系的，对吧？有些是跟这个反正就是一些感觉像什么人权或者说辱华的一些什么事情有关系的。那么这些事情呢，就是外企的高管他有可能他要表达自己的这种价值观，是吧？那他因为他这个企业全球开的嘛，那么他在这种不同的一些政治的见解上呢如果他人如果都是跑到比如说中国去的话，那他可能就有点慌，是吧？那他在新加坡呢，他有个缓冲，是吧？那他自己呢也觉得好一点这个呢是关于人方面的，对吧？因为新加坡的就目前的这种政治制度呢它还是靠向西方的，对吧？这个呢给他们更多的安全感吧，是吧？有些也不见得真的就是说会有一定的问题，但是呢别人心里面对你的看法跟你说的呢是两码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钱，对吧？因为中国呢，它是有一定的外汇管制的不管你去创业还是什么的，那外资过来那这个也是的需要有一个缓冲，对吧？那新加坡的银行业或者金融制度呢它也是跟这个西方的那一个流程吧那个操作呢是应该来说是一样的，所以呢大家的这种就不适应性呢会降得很低资金呢也是就是比较自由的，对吧？那你说如果中国的这个银行业呢，那确实呢还是有中国特色的嘛，对吧？也没有就是跟
西方的这个银行业直接的就是一模一样。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直接重大的资金这种周转什么的他也要考虑一下，是吧？再加上还有一个汇率的问题汇率就是一直也是有波动的嘛，对吧？像这段时间人民币这个对美元又一下子起来了不少，对吧？这个当然我上个视频我也说过了，对吧？就是中美关系只要缓和那这个人民币肯定要挑战7的现在呢差不多从7.3现在到这个7.2左右7.1几吧，7.16到7.2。那所以呢，就是还有一个汇率的问题。那新加坡呢，这个不管是它的一些基金或者说它的这个金融产品还是它的货币，是吧？就总的来讲还是非常稳定的这个变化是不大的。而且呢，它的这个金融自由的一些模式呢，这也是一些外企呢比较喜欢的。那么对于中国出去投资到那个欧美国家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对吧？就像许多你说移民的人他们说我要开一张银行卡他们很多先会考虑说，哎，我在新加坡开一张，哎，我在香港开一张，是吧？那这个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优势吧。那其实呢，亚洲呢，其他国家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跟新加坡其实是有一定竞争的你比如说像日本、像韩国，是吧？他们也是在政治制度上呢，跟西方是靠拢的。尤其是日本大家一直说东京是吧？东京能够成为一个这个全球的金融中心但日本呢，主要呢就是它的语言是吧？就大家还要日语，然后日本人普遍呢英语又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它的金融制度呢又不是特别的灵活，对吧？它的服务是很好的我到日本的银行一些去他们都是这种柜式服务给你每个人坐个沙发就是柜式服务他们怎么说呢？其实礼仪方面特别的周到但是呢办一些事情这个效率还有就是这种语言还有就是银行的一种怎么说呢？他对这种新生事物的或者说他的那种安全的准则呢它都不如新加坡呢这么灵活那新加坡同时呢掌握英语跟汉语的人才呢是特别多的，对吧？所以呢就是你如果说欧美企业跟中国的这种做生意上面呢，那肯定是新加坡这边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而且未来呢应该也是更具优势那韩国就更不提了，韩国呢肯定体量上比日本呢还是要差许多的。但是呢，日韩呢他们其实呢就是自己去投资中国呢他在中国设厂也好，或者说他投资也好呢他们是没有经过新加坡的，他们就自己呢他还是有着这种就是对中国文化呀，或者说亚洲文化的这种怎么说就是理解吧他们这个倒是自己是可以的好吧。那还有第二点呢，就是媒体也没怎么播这个李显龙总理也没怎么说就是他这一次去这个美国呢旧金山呢他还会见了就也不能说会见吧，怎么说就是和那个台湾这边就是和台湾这边的一个台积电的这个企业做芯片的就是会面了这个呢之前呢他们之间就是有一点合作的双方都没有透露出来主要是好像一个新闻媒体采访到了台积电的那个老板的夫人老板的夫人说的，他说他有两个那个就是见面他选择了一个就是去跟那个李显龙见面那我觉得那个李显龙总理呢，他应该也是有一个远见就是世界的政治格局就是这个地域政治格局，对吧？就是如此的不稳定吧。而且芯片行业高新科技行业领域呢未来也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所以呢他应该呢就是也是想让新加坡呢提前呢在这个方面呢布局就是大家这两天看这个 ChatGPT 这个CEO 出走又回来这样的一个轮回，是吧？就是大家可以就看到这个未来的这种就是高新技术人工智能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的
重要的。那所以呢，这个李显龙总理呢，他也想早些呢做一个布局啊。这个跟台积电，这肯定不是已经谈了1次2次了，对吧？那台积电肯定从做生意的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他应该也会考虑啊新加坡的，就毕竟前面说这些优势都有，是吧？你说纯粹到那个欧美开厂啊，就是效率的问题啊，文化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工人工会，对吧？就稍微有点问题，这个工人工会啊，他都能给你这个啊，就反正就是这是一个问题，对吧？那你在新加坡这边啊，加上他们之间呀，应该是有这种除了生意还有友谊吧，对吧？所以呢，还是比较好说的。那外界呢，我觉得啊，对新加坡唯一目前的一些顾虑呢，就是这个李显龙总理呢，他马上要就退休交接了，对吧？给那个第4代的这个黄循财团队，对吧？那大家都在想，就是啊，大佬你这个退休了啊，接下来你的这个接班人啊，还会不会就是啊，沿着这条路线啊，一直这么走下去，是吧？啊，那我觉得这个李显龙总理呢，肯定是啊，就是用这一段的时间呢，跟大家广泛的接触或者对外释放一些信号，对吧？啊，大家放心啊，这个都是自己人啊，都搞定的啊，这个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对吧？欢迎大家来投资啊，欢迎大家来投资新加坡啊，我觉得啊，这个李显龙总理呢，好吧，他呢这个应该是 IPEC 这一次呢闷声发大财啊，就是有实质性的啊一些收获的啊，好吧，谢谢大家，欢迎讨论。